朋友们好，欢迎回到江峰世界。最近这神州大地真可谓是天象示警，地动山摇。川普前脚刚结束了他在北京的访问，坐着空军1号回华盛顿了，这后脚中国大地就开始了密集的灾难连击。南方那边是暴雨如注，洪水泛滥，广西柳州还跟着凑热闹搞出了地震。而在这大江以北，产煤大省山西突然传来了一声沉闷而恐怖的巨响，那是地底深处的瓦斯爆炸，把无数个家庭瞬间推向了深渊。5月23日，中共喉舌新华网在头版头条挂出了长篇累牍的报道，中南海那位赵力士高度重视，赵力士做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搜救，严肃追责。李强也跟着批示，最后打发副总理张国清跑去现场吸煤灰。这一切的官样文章，老百姓早就看吐了。但是如果您仔细看官方最初发出的通报，您会发现里面藏着一道细思极恐的算术题。官方是这么说的：5月22日晚，山西沁源县留神峪煤矿发生瓦斯爆炸，当时井下当班作业人员247人。到了23号早上6点，官方宣称平安升井201人，遇难8人，还有38人正在全力搜救。好，朋友们，咱们现在拿出小学2年级的水平来算一算，247个人下井，有201个人平安升井了。那么247减去201等于多少？等于46。也就是说，留在井下生死未卜的，满打满算也就是46个人。可是到了23号的下午，中共喉舌的数字突然变魔术一样的往上跳，先是说遇难超过50人，接着变成73人，然后是82人，到了下午1点多，直接锁定在90人。这就奇了怪了，247减201，怎么就算出了个90呢？这多出来的几十个鲜活生命，难道在官员眼里只是凭空多出的报表数字吗？其实您要是读懂了这个数字的奥秘，你就读懂了中共体制内最核心的一门学问——维稳数学。在中共官场字典里，有一个词专门用来在灾难发生初期糊弄老百姓，叫做平安升井。什么叫平安升井？在正常人的理解里，平安那就是全虚全伪，毫发无伤地回到了地面，回家还能喝上2两烧酒压压惊。但在地方官员和矿房老板的眼里，只要你还有一口气，甚至只要是能把你这具沾满煤灰的肉体从矿井的升降机里拖拽到地面上，这就叫平安升井。瓦斯爆炸是个什么概念？那不是过年放个大二踢脚听个响。瓦斯爆炸不仅会产生每秒数百米的超强冲击波，瞬间把人震得内脏破裂，更致命的是，它会在爆炸的瞬间抽干矿井里本就稀薄的氧气，并且产生大量高浓度的一氧化碳和硫化氢。很多矿工在听到巨响，闻到那种刺鼻的硫磺味时，往往连佩戴自救器的时间都没有。就算你拼了命在黑暗的巷道里狂奔，毒气也会像毒蛇一样钻进你的肺泡。所以那所谓的201人平安升井，其实是一个用谎言编织的维稳缓冲垫。这201个人里，有大量已经被有毒气体严重熏伤、内脏受损、处于昏迷或危重状态的矿工，他们被拉上地面，塞进救护车，送进医院的高压氧舱。但在地方官的汇报材料里，他们统统被算作了平安数。为什么要这么干？因为事故刚发生，地方大员们的乌纱帽正在风中飘摇。如果第一时间报出大几十人的遇难数字，那直接就是特别重大事故，是要立刻惊动中南海，甚至要上国际头条的。把数字先压在8个人，这叫稳住阵脚，给自己留出上下打点、统一口径的时间。等到第2天，中南海那位的重要指示下来了，定调了，表示中央已经介入了。于是那些在医院病床上痛苦挣扎咽下最后一口气的矿工，以及在井下陆续被挖出来的冰冷遗体，才被允许变成新闻通稿里的数字，从8到82再到90。这根本不是什么统计滞后，这就是一场经过精心算计的政治暴政。他们算计的不是生命，而是自己头顶上的那顶乌纱帽。
既然数字对上了，那么总得有人来为这90条人命买单吧。新华社的通稿里轻描淡写地甩出了一句：企业实际控制人、负责人已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咱们来扒一扒，这个被控制的到底是个何方神圣？出事的这个矿叫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这可不是什么小打小闹的黑煤窑。这家通州集团在当地是赫赫有名的100亿资产大企业，纯正的民营资本。它背后的实际控制人是个叫任铁柱的本地土豪。这位任老板当年是个在山上赶羊的放羊娃，靠着90年代承包石料厂和煤矿起家，一步步把通州集团做成了山西民营企业的百强。人家不仅有钱，身上还挂着山西省人大代表、省劳动模范、优秀企业家等等一堆金光闪闪的政治头衔。就是这么一个光鲜亮丽的100亿煤霸，他手底下的煤矿是怎么管理的呢？我查了一下公开资料，结果真是充满了浓浓的黑色幽默。就在2025年，刘神玉煤矿被沁源县应急管理局查出了一堆致命的安全隐患，其中最荒唐的一条是矿井下的猴车，也就是运送矿工的单轨吊车，它的急停保护拉线居然被违规吊挂在电缆钩上，被粗大的电缆死死压住。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一旦底下发生紧急情况，矿工伸手去拉那个救命的急停线，根本拉不动。急停保护装置完全是个摆设。除此以外，还有轨道顺槽口顶板破碎，根本没有任何补强支护措施，让矿工们处于生死一线的险境。这可是要命的隐患啊！您猜猜，当地应急管理局对这家100亿企业罚了多少钱？2万块。对，您没听错，2万块人民币。在当今这个物价飞涨的年代，2万块钱都不够当地局长大人在太原高档酒店里摆一桌好酒好菜的。但在中共的安监系统里，2万块钱就能把上百名矿工的命门给打发了。更可笑的是，同一时期，矿上因为几个工人下井没穿带有反光标识的工作服，被罚了3万块，衣服没穿对罚3万，救命的急停线失灵只罚2万。这就是中共基层监管机构的执法逻辑，只管表面文章，不管死活。最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这家煤矿早在2024年4月就已经被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正式列入了全国灾害严重生产煤矿名单，白纸黑字写着灾害类型是高瓦斯。按照常理，这样的高危雷区早就该停产整顿或者严防死守了吧？你要以为中共的地方政府会在乎国家的名单，那你就太天真了。同年，这家高瓦斯雷区煤矿居然还堂而皇之地入选了山西省绿色矿山创建名录，甚至还大笔一挥，投资2点几个亿去建设什么洗煤厂项目。你看，只要钱给足了，只要跟地方权贵的利益输送搞明白了，一个随时会爆炸的火药桶照样能披上绿色环保的花皮。如今火药桶炸了，90个家庭毁了，任铁柱注定要进局子当替罪羊了。但他一个人真的能背得动这90条人命吗？这就得往上看看那群真正手握生杀大权的政客了。出了这么大的事，而且是自2009年以来中国最惨烈的特大矿难，目前网上舆论全炸锅了。为了平息这股滔天民怨，新华社今天特意发了个快讯，装模作样的放了句狠话，说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这次将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要查清查透属地管理和行业监管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这较真碰硬4个字一出来，吃瓜群众的目光全盯在了一个人身上，那就是现任山西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这哥们儿是个70后，目前全中国最年轻的省级政府一把手。很多人分析说，既然国务院都说要碰硬了，那卢东亮这次绝对完蛋了，就算不进秦城监狱，也得扒下这身官服滚回家种地，他绝对逃不掉孟学农的下场。提到孟学农，咱们就得好好翻翻中共官场的这本旧账，因为要预测卢东亮的命运，预测这个国务院调查组到底敢不敢对他较真碰硬，你必须搞懂
中共在处理封疆大吏时的核心逻辑。孟学农这个人在中共政坛上绝对是个极其罕见的奇葩存在。他出身于共青团系统，是典型的胡锦涛时代的团派干将。2003年春天，那是个让全中国人都记忆犹新的春天。SARS 疫情在北京彻底爆发，当时孟学农刚刚当上北京市市长才93天，因为疫情初期瞒报漏报，加上世界卫生组织的强烈谴责，北京面临着巨大的国际国内双重压力。为了平息民愤，中央必须得挥泪斩马谡。于是2003年4月20日，中央一纸命令免去了孟学农北京市委副书记的职务，他也被迫辞去市长。在普通人的逻辑里，一个正部级大员因为惹出这么大的公共灾难被免职，政治生命就算彻底终结了吧。在民主国家，你干出这种事儿，别说当官了，你上街都得被人扔臭鸡蛋。但在中共的官场，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孟学农在冷板凳上坐了4年，到了2007年9月，胡锦涛大笔一挥，孟学农居然神奇地复出了，而且直接被派到了产煤大省山西去当省长。中央派他去的目的很明确，就是看中他跌倒过一次，指望他去山西大刀阔斧地整顿黑金帝国。孟学农上任后确实也喊出了响亮的口号，说什么绝不要带血的 GDP。 但是山西那个地方，那是无数权贵家族的钱袋子，水深得能淹死龙王。孟学农去了没几个月，2007年底，山西洪洞县就发生了125特大矿难，105名矿工惨死。孟学农当时灰头土脸的代表山西省政府向国务院做了深刻检讨，结果呢，检讨的墨迹还没干。2008年9月8号，山西临汾襄汾县新塔矿业的尾矿库发生了特别重大溃坝事故，那简直就是一场世界末日般的泥石流，夹杂着剧毒的矿渣，瞬间冲毁了山下的村庄和集市。最终确认，那场惨剧带走了足足254条人命，这是近40年来最严重的尾矿库溃坝事故。事故发生仅仅6天后，孟学农再次引咎辞职，成了中共历史上第一个因为单一责任事故而下台的省级政府一把手。5年之内2次因为重特大灾难引咎辞职，这下子所有人总该觉得孟学农这辈子彻底凉透了吧。结果呢，这位孟大人不仅没有进监狱为那200多条人命赎罪，到了2010年1月，他又悄无声息地复出了，出任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副书记，是个实打实的副部级。更绝的是，等到了2013年，也就是当今圣上全面掌权的新时代，孟学农竟然又更上层楼，跑去全国政协当了常委、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主任，直接享受正部级待遇，光荣地退居2线，安享晚年去了。看到了吗，朋友们？这就是中共官场的最高机密。只要你不是站错了队，只要你不是在政治路线上跟党中央对着干，什么免职，什么引咎辞职，统统都是逗老百姓玩的障眼法。这不过是带薪休假、异地做官的遮羞布。老百姓的命在他们眼里连草芥都不如，死了200多号人，不仅不用偿命，过几年风头一过，照样回来当你的正部级大员，吃香的喝辣的，继续指点江山。弄懂了孟学农的诡计，咱们再来看看另一个更具代表性的人物。孟学农2次惹祸还能正部级退休，已经够让人觉得匪夷所思了。但跟咱们接下来要讲的这位比起来，孟学农简直就是个委屈的受气包。这位爷不仅任上死了100多人没被免职，反而后来平步青云，一路杀进了权力的最核心，做到了正国级。他就是当今圣上最铁的心腹，大内总管栗战书。把时间拨回到2009年11月21日凌晨，黑龙江鹤岗新兴煤矿发生了一场惨绝人寰的特大煤与瓦斯突出引发的爆炸事故，也就是著名的1121矿难。那场大火和毒气生生吞噬了108名矿工的生命。那次事故的恶劣程度一点也不亚于今天的山西沁源。当时的鹤岗矿难
矿长拒不执行停产指令，瓦斯超标照样派人下井，完全是彻头彻尾的人祸。当时的黑龙江省长是谁？就是栗战书。按照处理孟学农的先例，省内发生遇难人数超过100人的特别重大事故，作为省政府一把手，你栗战书是不是至少该引咎辞职？是不是该卷铺盖走人？可是历史的剧本在这里发生了奇妙的拐点。栗战书面对舆论的滔天巨浪，只是4平8稳地站出来，对着镜头表示自己对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国务院调查组浩浩荡荡查了快1年，最后抓了几个矿长，处分了一批底下的官员，对栗战书连个实质性的政绩处分都没有。为什么？因为当时的胡锦涛时代讲究的是权力的平衡与妥协。胡锦涛觉得孟学农那是连着出了2次大事故，非典加尾矿库溃坝，不处理说不过去，而栗战书这只是初犯，且只发生了1个矿难，似乎还能容忍一下。更关键的是，栗战书的背景不一般。就在鹤岗矿难之后的第2年，2010年8月，背着108条人命血债的栗战书，不仅没有被雪藏，反而被调往贵州，直接升任贵州省委书记，成了一方诸侯。等到了2012年，这才是见证奇迹的时刻。2012年18大前夕，中南海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权力交接，当今圣上准备登基了。就在2012年7月，还在贵州当土皇帝的栗战书突然接到了一纸调令，直接飞赴北京，接替了因为儿子法拉利车祸而黯然落马的令计划，出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紧接着在18届一中全会上，栗战书成了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直接晋升副国级。后来到了19大，更是跻身政治局常委，成了正国级的人大委员长。一个出了特大矿难的省长，凭什么能像坐了运载火箭一样窜上权力的巅峰？这就得挖挖栗战书早年的历史了。栗战书是个有红色背景的人，他叔祖父曾是山东省副省长。更重要的是，早在1983年到1985年期间，栗战书在河北无极县当县委书记。巧的是，当时在无极县隔壁的正定县当县委书记的，正是那位现在坐在塔尖上的主儿。2个不得志的红二代在河北的土炕上结下了深厚的喝酒交情。在当今圣上的眼里，你治下死了多少老百姓，你省里炸了多少煤矿，那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最关键的是，你是不是我认识了几十年的铁哥们儿？你是不是对我绝对忠诚？只要身上贴着自己人的标签，这就是中共用人的核心逻辑。在胡锦涛时代，至少还要点虚伪的脸面，做做引咎辞职的姿态。而到了包子时代，那是彻底的不要脸，只要是包子铺里的人犯了天大的错，不仅不罚，还要火箭提拔。有了孟学农和栗战书这2个历史坐标系，咱们现在再回过头来看看今天处于风口浪尖上的山西省长卢东亮，他的命运轨迹就非常清晰了。卢东亮1973年出生，标准的中铝集团走出来的技术官僚。他不是胡温时期那种依靠共青团上位的官僚，他是包子时代最喜欢用的那种强调执行力、没有太深地方根基的空降兵。很多人都在喊卢东亮肯定要被拿来祭旗了，但我江峰今天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独家推演。你要是觉得卢东亮会像孟学农那样下台，你就完全不懂皇上的心思。我敢断言，卢东亮不仅大概率不会被免职，反而会被死死保住。为什么？咱们算一笔政治账。卢东亮是怎么当上这个省长的？他之前是常务副省长。2025年4月，他原本的顶头上司山西省委副书记兼省长金湘军，因为大搞权色交易，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直接在省长任上被中纪委给拿下了。这是20大之后首个在任的省级政府一把手落马。当时的山西官场那是地动山摇，人心惶惶。在那种背景下，包子火速提拔卢东亮接班，让他当代理省长，去充当救火队长。到现在，他正式当省长还不到1年。如果在1年之内，山西折损了2个省长，一个因为贪腐进去，一个因为矿难下台，这打的是谁的脸？
这打的是亲自圈定这份人事名单的包子的脸。当今圣上是绝对不允许别人质疑他的选人用人眼光的，更何况我们看看现在这位老大是怎么对待他的亲信的。胡锦涛时代还要做做样子，到了他这里完全是赤裸裸的帮派逻辑。你看看李强当年在上海搞庆临封城，把这座国际大都市折腾得死去活来，经济濒临崩溃，民怨沸腾到了极点，结果呢，人家直接被破格提拔进了常委，当了大国总理。你再看看何卫东，连个中央委员都不是，硬是连升3级，直接坐上了中央军委副主席的位子。还有那个虽然最后翻了车，但一开始完全是坐直升机当上外交部长和国务委员的秦刚，在包子的朝堂上做官已经不需要任何政绩和民意基础，唯一的考核标准就是你对皇上的忠诚度。就在前几天，川普访问北京，在中南海里随口问了包子一句，你是否还会做4年啊？包子是怎么回答的？他连眼睛都不眨一下，无比傲慢的回答，至少。人家连宪法都改了，摆明了就是要在这把龙椅上坐到死。在一个决心终身执政的独裁者眼里，地方官员对老百姓负不负责根本无关痛痒，他只需要这些官员像鹰犬一样执行他的指令。所以对待卢东亮，剧本早已经写好了。事故调查组最后给出的结论，一定会巧妙地绕开现任省长，把主要的雷推给历史遗留问题，推给已经被抓的前任省长金湘军，说这是前朝遗毒。卢省长临危受命，虽然有失察之责，但念其主导转型有功，罚酒3杯，下不为例。真正被拉出去惩罚的，只有那个百亿煤霸任铁柱以及沁源县应急管理局那几个局长。即便退1万步说，就算这次民愤太大，中南海为了做给外人看，让卢东亮暂时引咎辞职了，大家也千万别觉得这是什么正义的胜利。有了孟学农的先例摆在那儿，卢东亮就算下去了。过个2-3年，等大家把这90个冤魂都忘了，他照样能在别的清水衙门或者油水部门东山再起。这就是中共权贵集团内部包庇的完美闭环。在那些端坐庙堂的大人们眼里，这些矿工算什么呢？只要这个把人不当人，只当矿挖的集权体制不倒，只要那把不受任何监督的权力依然在黑暗中肆意妄为，山西的煤矿就会继续爆炸，中华大地的悲剧就永远不会画上休止符，带血的煤炭依然会在寒冬里燃烧。在节目的最后，江峰想和每一位朋友一起为那90位在漆黑地底离去的同胞致以最深切的哀悼。我们无法分担家属们此刻撕心裂肺的痛苦，但我们想让远在山西矿区的同胞们知道，在这个悲伤的夜晚，你们并不孤单，有人在为你们流泪，有人在替你们呼喊，有人在黑暗中为你们守望一份公义。愿逝者安息，愿他们能在那边找到真正的温暖与光明，愿受难者的亲人们能在这巨大的悲痛中感受到来自这世间的一份支撑与宽慰。这份温情虽然微弱，却是我们在这荒诞时代里守住良知与人性的最后一点微光。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江峰世界，请务必点击订阅、按赞并转发，让这份真相与温情传递给更多人。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